国内的健康码又有了新发明。大家都知道啊，过去的健康码就是3种颜色：绿码、黄码和红码。但是现在啊，又有了一种新的码——橙码。直辖市重庆发明的。所谓绿码，大家都知道就是畅通无阻嘛，红绿灯。那黄码呢，就是从高风险地区回来的。你比如说，你从日本要回中国，虽然说你没有被感染，所有的检测都是阴性的，但是这个日本属于敌占区啊，那你必须居家进行健康观察14天，隔离完之后回家还得再待7天，这就叫黄码。红码什么意思呢？红码就是说，比如说你把钱存到银行里头了，然后呢，存了2年之后发现这钱取不出来了，你有倾家荡产的危险，于是呢，你买了一张车票到郑州去维权，红码。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啊，就是你一不小心感染新冠了，拉到医院进行隔离，或者说你虽然没有感染新冠，但是也属于疑似，非常疑似，需要在医院进行医学隔离的，这就叫红码。那什么叫橙码呢？橙码这是重庆的一大发明啊！就重庆昨天要搞一个1700万人口的全员核酸检测，1天之内。那橙码就是说，在这个做核酸检测这一天，啪，你的手机就跳出一个弹窗来，橙色的，写着啊，重庆市政府要求你赶紧去做核酸检测。这个橙码，你1天之内如果做了核酸检测，你原先是绿码，就还会变成绿码；当然，你原先是黄码，可能还会变成黄码啊。但是如果你不做，你的这个橙码就会享受黄码待遇，就是你学也不能上了，这个工作也不能干了，只能在家待着。商务场所、公共场所你也不能去了，跳广场舞能不能我不知道啊，反正一般的公共场所其实都不能去了。这就叫橙码，高级吧，先进吧。过去的这个健康码啊，绿码、黄码、红码，其实只是一种状态，大家注意到了吗？绿码就是你通行无阻，黄码就是说你是个需要健康观察，红码就是你需要到医院治疗，这是一种健康状态。但是橙码先进在哪儿呢？是对你的行为进行管控。1天之内要求你做核酸，你去不去？你不去，你就享受黄码待遇。所以它其实是由过去的那种健康状态的呈现和管理，这橙码上升到了对你的行为进行管理。所以我就说啊，先进了，升级了，变成了健康码的2.0，厉害吧？所以啊，你看啊，1700万人口的重庆市搞一次全员核酸检测，一般人都想象不到，觉得根本不可能完成。但是一声令下，所有的重庆市民全部变成橙码之后，你看看重庆市的市民立刻就动了起来。我这手上看到了一份啊，就重庆市某小区的全员核酸检测的时间安排表。从24号的凌晨0点钟开始，哪栋楼0点30分到1点30分，下一栋楼1点30分到2点30分，一直排到早上5、6点钟。也就是说啊，重庆市为了搞这个全员核酸检测啊，很多小区、很多地方都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。为什么能有这么强大？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橙码的威力。我有一个朋友就住在重庆，他呢听说要搞全员核酸检测，根本没敢睡觉，午夜12点一过就跑去准备去测核酸了。结果到那现场一看，那个测核酸的队伍已经排了1、2公里了。他一看呢，这个太长了，就又回家了。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啊深更半夜不睡觉去做核酸检测？是因为2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重庆市最近的一段时间呢，气温太高了，白天实在太热了。大家去看一下天气预报啊，我看见手上的天气预报，重庆市这一段时期啊，天气最热的有40多度，最高的竟然有48度的。这个气温我过去只在印度看过，这一次出现在中国。而且我在网上我还看过一个视频，一个女孩子坐在马路牙上休息，把拖鞋放到地上，刚放那没几分钟，
那拖鞋就粘在那个马路上了，拿不下来了，吓得赶紧跑。这就是重庆，因为你40多度的气温呢，地表温度啊，可能就60、70度了，估计那鸡蛋放在那里一会儿就晒熟了。你想想，如果你要是在这么高温的地方排队去做检测，那还得了？虽然重庆市规定啊，10点到6点，就上午10点到下午6点之间不做核酸检测，他也怕出事儿啊，别到最后没有检测出核酸来，整个全城的人1%撂倒，全部中暑了，那其实也出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重庆市政府想的挺周到的。但是我跟你讲，10点钟之前的重庆市气温已经很高了，而且下午6点钟之前的这个重庆市气温也挺高的。我在网上就看到有人中暑的镜头，中暑的这个画面。别说中暑了，就是晚上去，很多人也出问题啊。我看到网上就有人出事了，咣当就倒到地上了。上开哈嘛，中暑了都，不要围到一堆去。这个到底是中暑啊，还是说其他的疾病，咱就不知道了。你要知道啊，1700万人口中间可不都是健康人呐，还有很多老人，还有很多残疾人，还有很多有基础病的人，还有很多白血病患者，还有很多卧床不起的人。你想想，这些人他们都去做核酸检测，这个排队折腾对他们来说那是多么大的影响啊！所以啊，你就知道了。就是这个核酸检测本身呢，对重庆市老百姓的折腾的程度。这边是王局拍案的前线记者叶小胖，我们现在来的重庆，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钟，这是重庆的一个核酸检测点。这其实已经很晚了，我们昨天的时候因为排队排了1个多小时没有排上，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继续在另外一个地点去排。因为是下午嘛，下午是比晚上半夜的时候排队会好一些，但是我们看到啊，这个队伍依然是排满了人。你看，还有人带着风扇，也看来大家已经排出经验来了。现在几点啊？现在才6点40分。我相信更晚的时间的话，这条队会更加的长。重庆人民辛苦，重庆医务者也很辛苦。那么重庆市为什么要搞1700万人口的全员核酸检测呢？说来啊，其实它可能也有一点道理啊。按照他们的逻辑啊，也就是说从2年半之前，就是2020年之前，2020年年初到现在，重庆市的疫情啊，应该来说始终不太严重，相对来说是一个世外桃源。一共到现在加起来啊是900多例，就是2年半的时间，我看是多少例？921例。但是进入到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，那疫情突然有点冒头，那弄起来呢有100多例了。然后去重庆市自己的分析呢，就说什么有5条传染链呢，还是8个传染链呢？他们就非常紧张，于是呢就划分了30个高风险区和中风险区，结果呢也没有搞定，这个每天感染的新增人数还比较多，重庆市政府的领导就吓坏了，于是就下决心要搞全员核酸检测。这个全员核酸检测啊，就说白了就是把5个人或者10个人的唾液给你混在一起做混检。如果这混检的样品中间发现有人呈阳性，再把这个10个人再次重新做检测，这样的话可以在最快的范围内发现这个所谓的这个感染阳性的人。这个结果啊，到现在为止，到今天为止已经出来了。重庆市昨天这一天呢，一共全员检测了1020几万人，好像1700万，它也并没有全搞成。1020几万人中间呢，一共发现了2例阳性患者，所以他们说啊，大功告成，你看逮着了吗？但是啊，说用我的话说也不一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新冠疫情啊，大家都知道，你感染之后啊，它不是你一感染之后啊，它就立刻呈阳性，它有潜伏期。有的潜伏期时间长一点，有的潜伏期时间短一点。它潜伏期时间长的，你现在检测出来，说白了它还是阴性，你检测不出来，过2天它可能就阳性了。
所以你知道国内有的城市比较狠的，像苏州啊，他搞过3天3检，他不是全员1天核酸检测，是全员3天3检啊，连续搞3轮、4轮的都有啊。那么用这种方式，他试图把这个感染新冠的这个患者啊，这感染者啊，把他拎出来，然后切断传染链嘛。应该说啊，这种全员核酸检测在国内的这个体制下，就目前的这个防疫政策下，你说它有没有效？它是有效啊，但是付出的成本和代价真的是高啊，真的是非常非常高。你想，就我说的，重庆市的老百姓最近一段时间本来日子就不好过，为什么呢？气温那么高，然而山上着大火，再加上你知道吗？最近还在拉闸限电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本来就其实不容易了，你再折腾他们去搞这种全员核酸检测，你想想，这对老百姓的生活来说有多大的影响啊？问题的核心是在于啊，就到底这种代价是不是应该付出的？如果是应该付出的，说白了，代价再高，咱们也得付。但是如果是不应该付出的，不需要付出的，其实啊，再小的代价我们也不应该付，是这么个道理吧？所以啊，在我看来，不在于代价太小，而在于是否必要。那么再五，那大家都知道，前一段时间啊，这个院士李栾坚接受媒体采访，他说了一段话，他说啊，这个现在新冠疫情啊是按照甲类传染病进行管理，你封城啊、隔离呀、全员核酸检测啊，都是因为它是甲类传染病嘛。但是他说，这个新冠疫情终将回归乙类传染病，这句话就有点意味深长了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新冠疫情至少现在看，它就已经是乙类传染病了，它就应该在乙类传染病里。乙类传染病你就不能封城了，你就不能隔离了，也不能搞健康码了，对吧？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流感嘛。那么李栾坚院士说实在的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归乙类传染病，他只是说终将回归乙类传染病。我看了一下国内的采访报道啊，好像有的网站对这篇采访已经删除了，不知道这个李栾坚院士的这个说的这些话啊，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犯忌了，咱不清楚啊。但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新冠疫情它本身就是乙类传染病，你现在折腾老百姓，让他们搞全员核酸检测，这其实就毫无必要。那么我接着要往前说，为什么现在这个地方政府啊，在这个新冠疫情的政策上花样百出啊，创新不已呀？为什么？然后政策呢又变本加厉啊，层层加码呀？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原因。第一个，20大要到了，您知道共产党的20大召开的过程中要面临着权力更替嘛，是不是？那个尽管是个小圈子的那个权力更替，但是对他们来说也非常重要啊。那么在这个20大之前，这个社会上不能出现负面信息。我跟你说，我原先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时候啊，每年到这个两会呀、什么党的代表大会呀，还有包括这个春节啊什么之前呢，提前1个多月，这个就不能再出现负面信息了。但是啊，这社会上他有的时候出事儿，他不听你这个口令，对不对？比如说那个烟花爆竹，它该炸它就炸。那工厂它其实它有的时候它该排污就排污，是不是？农民工讨薪，这些事情它该发生还得发生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他就不报道了，就你再发生，他就当没发生。这就是这个营造和平、安乐、祥和气氛的一个最常用的办法。现在也一样啊，20大召开在即，要营造一种什么呢？和谐、欢乐、祥和的气氛，所以任何负面信息都不能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你想这个压力就会传递到我们各个地方的这个党政首脑了。对于疫情来说，它这个问题早就政治化了，我们说过多少次了？你说现在这公共防疫政策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吗？显然不是啊。你想，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上，你重庆市要胆敢爆发疫情，变成上海那样，最终不得不封城，你重庆市直辖市的这个书记、市长，你还干得下去吗？
你可不像人上海市那是嫡系啊，你重庆说白了虽然是一个直辖市，其实跟一个般的省也就差不多，老少边穷地区的直辖市嘛，对吧？所以对于重庆市的这些决策者们，他宁左勿右啊。他虽然只出了几十例，一天出了30-40例，他们为什么会如临大敌？他这个时候他必须把这个赶紧弄起来，代价让老百姓付，而不会让自己付，因为出了事儿，一旦要是扩散了，付出代价的是自己。虽然可能扩散了之后也没有几个人重症啊，可能也就是个流感啊，但他需要负担什么呢？他需要承担政治代价呀。本来他可能进常委或者什么这个委员的，他进不去了；本来可能当中央委员的，当不了了。所以他们就折腾老百姓，对不对？又是乘码啊，又是全员核酸检测啊，这就是现在我们各个地方啊这种防疫政策啊层层加码、层出不穷的最本质的原因。我最后还想说啊，还想再强调一遍啊，重庆市的老百姓啊，现在日子真的是不好过。我看的那么高的气温，47、8度的气温呢，你想想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让这些老百姓去每个人挨家挨户深更半夜去做核酸检测，施政者于心何忍呢？咱们再说回这个健康码，这健康码啊，现在已经有了赤橙黄绿4种颜色，它还会不会将来变成，还会不会增加这个青蓝紫呢？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希望啊，它可别再加了。这赤橙黄色青蓝紫啊，原本是这个世界上五彩斑斓的美丽颜色，但是呢，我们都不希望它变成限制我们人身自由的铁链和枷锁。